我的未婚夫钱开义溺死在游泳池里。他为了满足我一个幼稚的梦想，拍一套水下婚纱照，偷偷地去学游泳，而他有严重的恐水。从那以后，我也患上了恐水。游泳池、浴缸，甚至是一杯水，都能让我瞬间像跌入地狱一样痛苦不已。可是我知道，真正让我恐惧的并不是水，而是内疚与自责。没错，是我害死了我的未婚夫。作为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我用尽一切办法想要逃离恐水的噩梦，可是无论我怎么做，到头来都是徒劳。我也知道，唯一可行的方法是找到一个和我一样受过专业训练的心理咨询师，帮我做咨询，慢慢解开我的心结。然而，这也谈何容易？我背负的是一条鲜活生命的逝去，是我爱的人因我而死。我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我的未来是一片黑暗。男人啊，你看你，我可不是那种肤浅的男人，他是我以前的一个来访者，我轻轻松松就给他解决了。接着编。就你那几个可怜的成功案例，哪儿那么巧啊？吃个饭都被你遇到。哎呀，我恐水，不行，看不了这个啊，我只能治病，不行，太可怕了啊，我恐水。你这演技再浮夸点儿。你不就是我最成功的案例吗？贺老师，你的承诺呢？什么承诺？你不一直跟我说，等到吃饭的时候你就告诉我到底跟苏三说了什么吗？你还记得呢？这么长时间我哪记得住啊？而且女孩子之间的事儿，你了解合适吗？何顿，其实我有话想跟你说。说呀。雨果曾经说过一句话：真爱的第一个征兆，在男孩身上是胆怯，在女孩身上是大胆。以前我总觉得不可信，但是现在我终于知道什么是胆怯的感觉了。背一晚上挺辛苦的吧？说什么呢？谢谢。怎么能是背的呢？这是我要求进步的好青年，我从书上得来的。我胆怯，我都胆怯了，你就不能大胆一下，配合我一下吗？来，咱换一个，这个也不太好，再换一个。
也行。谁作案的吧？我下了血本的。总有一天，我的名字也会出现在上面。你怎么在这儿？我不放心你，所以过来看看。喝口水吧。我这2天睡眠特别不好，所以我吃了安眠药。现在几点了？天还没亮呢，再睡一会儿吧。乔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吧，您遇到什么问题了？我没什么问题，挺好的。那单位里有一些年轻人，他们说我年纪大了还压着他们，就到处说我有心理问题。哼，我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他们那些伎俩我懂。那你给我开一张心理健康证明，让我堵上那些人的嘴。不是这个，你到底能不能开啊？不能开，我换一家。乔老师，我一直特别仰慕您，我希望有机会可以看到您现场版的舞蹈表演。嗯。因为其实我自己也特别喜欢现代舞，我还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舞社有一个表演皮特包氏的《春之祭》，当时闹了好多的笑话。我就想，如果能碰到一个像您这样的资深的老师给我们指导一下，那就好了。贺小姐说话就中听多了，人呐，贵在有自知之明，别明明配不上人家，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贺小姐，
其实我看的心理书不比你少。我是名演员，揣摩人心是最基本的专业素养，是不是啊？乔老师是这样，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心理健康证明，因为我们这里就是一个心理咨询室，不是医院，所以可能没办法帮您开导。但是我想想办法，看看帮您去问一下这件事。还有就是今天是第一次的咨询，所以时间不宜过长。我建议我们今天先到这儿，然后我这边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您，好吗？乔老师，希望很快可以看到您的演出。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老虎不发威，当我是毛倩柔啊！毛倩柔是谁啊？毛倩柔呢，是我小时候在东北养的一只猫。赔个正形！哎，不是，他凭什么说我像癞蛤蟆？有这样的癞蛤蟆吗？啊？至于吗你？我有没有自知之明，你最了解了吧？你还没说什么，他说我像癞蛤蟆。我没有说，不代表我没有想过。哎呦，姑奶奶，你可别这么想啊！你想我点好行不行？再说我们贺老师的脑细胞这么金贵，还是要用在刀刃上的。别贫了行吗？我能跟你说点正经事儿吗？好啊，洗耳恭听贺老师的教诲。乔玉华这个事儿吧，我刚从他的表现上来看，我觉得他是一个心理防御机制特别强的人。这个案子可和一般的案子不一样。可是我怎么觉得他好像在故意压抑自己的情绪呀？不是，以乔玉华这样年纪的人来说，他穿了一身这样的衣服，说明他非常自信，或者说是他刻意的要在外人面前表现得非常自信。你仔细回想一下他的细节，他的脖子上戴了一条丝巾，他一直穿了一身非常厚的外衣，但是自始至终都没有把它脱下来。还有他手里紧紧握着的那个娃娃，这是一种否认，或者说是拒绝与外界交流的表现，通过不接受和不承认来缓解内心的痛苦。当内心获得了平衡和安慰的时候，就真正达到了自我保护的目的。妈，你这是在给他开脱呀？你能不能有点正形？开玩笑嘛。不过你刚才提到那个皮包什么什么的时候，他好像态度立马就转变了。哇哦，大哥你什么 level 啊？你能不能读点书？皮娜鲍什是著名的现代舞艺术家，你呀现在离一个合格的心理咨询师还有一个图书馆的距离。我懂了，这事儿他得把握节奏。你放心吧，我会很有耐心的，做一个要求进步的好青年。那么多照片，就说这张还不真诚。那是你的梦想，我不可能让我的新娘这辈子都披不上梦想的婚纱。那只是一张照片，那仅仅只是一张照片。
白老师，白老师，有客人，等了半天了。今天上午没预约啊？不是访客，是客人找您的。客人？一女的。您是？白先生你好，汤小希。汤小希？哎呦，哎呦，您是？白老师真是个青年才俊啊！不是我，你看，哎，您这边请，这边请。您才是青年才俊，您是业界大佬。您看啊，干咱们这行的谁不知道您啊？您把我捧得那么高，那我得摔多惨。那我就不绕弯子了。这次来，我就是想跟您谈合作的事儿。跟我？嗯哼。果儿，今天上午咱们就不接受新的预约了。你直接把门关了吧，今天暂停营业1天。陶姐，能不能请您说的明确一点？福德的成绩有目共睹，这都是因为您才华出众，经营有方。哪里，您看您又客气。谁不知道您在 CBD 有一个几层楼高的专业咨询机构？跟您那儿比啊，我这连小作坊都算不上了。您过誉了，规模和实力不一定成正比啊。我是运气好，得朋友们的鼎力相助。不过，我也有我的优势，就是善于发现人才。所以，我这次来就是想聘请您担任我机构的高级心理咨询师。我？不是这是吗？哎，柯老师，哎，您赶紧回来一趟吧，这块情况不太对。我不跟您细说了，您就赶紧回来，我先帮您看着情况啊。我们的优势呢，是很明显的。正如您所说的，规模是略比您这儿大一点儿。各类的心理咨询师我们那儿都有，不过，像您这样的高级心理咨询师，我们那儿不超过10位。薪资方面多了不敢说，至少得是您现在的3到5倍。客源方面，我们也有很严格的筛选制度，能够到您面前的，一定是能让您眼前一亮的优质访客，保证每3、5个案例当中都能让你写出一篇在国内甚至是国际专业期刊上高调发表的专业论文。如果您觉得有必要，我们还可以派遣您出国学习深造。像您这样的青年才俊，加上我们那样的平台，我相信很快您就可以成为一位闪亮的明星级心理咨询师。好处这么多，肯定有什么条件吧？这是当然的，付出都是相互对等的嘛。那是。首先，您需要和我们签一份为期10年的合约，合约内容大致包括10年的全勤到岗，每年不少于3篇的专业论文，长期跟踪的案例可以考虑变通，不过大致方向是不变的。您还需要在3年之内考到相应的医师资格证书，这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也是为了您好。总之，应该是没有您现在自由，但是前景一定比您现在开阔。当今社会，仅靠单打独斗是很难长时间立足的。像您这样的行业新星，对于我们那样有规模的机构来说，要么就是极力争取的对象，要么就是潜在的竞争者。我当然不希望我们成为对手啊，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也不过就是个小作坊，对你造成不了什么威胁。好久不见。当年你就是这样把金明聪老师的工作室并到你的机构之下吧？从此以后，
姬老师全部的论文都是以你机构的名义发表的，比起你最初许诺他的薪资来说，你得到的好处至少是他的10倍以上。话不能这样说，姬老师的权威性并没有因此改变多少啊。他现在衣食无忧，受人敬仰，这难道不好吗？他的论文都是我给他提供的案例，以我的机构名义发表，这有什么不对的吗？况且我们是联名，他是有署名权的。印象中我们之间好像并没有什么严重的过节，你何必一直这么针对我呢？我可是带着橄榄枝来的。白老师，感谢您百忙之中抽空见我。我今天跟您说的话，你也跟贺老师商量一下，不用着急答复我。那我就先告辞了，不打扰2位工作了。你们上午一定有很多访客吧？我送送你。贺老师，你俩这是认识啊？而且听起来好像还有一段不是很愉快的往事啊。没有，就是我老师季冰聪的事儿。那你是觉得这个事儿不靠谱了？但如果真像汤小希说的那样的话，姬老师，姬老师一辈子过得都很好，那我觉得其实也挺好。你看啊，我是没有什么大志向，我只想成为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最好呢，在业内再有那么一点点小的成就，我就心满意足了。汤小希刚好能满足这一切，无非就是给他打10年工嘛。我还年轻，吃得了这个苦，我得要求进步啊。哎呀，没什么大不了的，要是你不愿意的话，我就不去了呗。你帮个忙行吗？行啊，你说呗。你们俩合作的事儿先抻一抻。他要是有心招你，迟早你会过去。我就是想看看他留了什么后手，天上掉馅饼的事儿，还是谨慎一点好。小心驶得万年船。我今天算星盘的时候吧，星盘也说切忌急功近利。你算星盘干嘛？我算算咱俩什么时候领证合适。肖玉华来了吗？刚才打电话没接，我一会儿再打一个吧。那我先撤了啊。李之明女士是吧？冒昧的问您一句，您的丈夫什么时候？昨天请您节哀。 3天后是他的追悼会。那我现在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我就是有件事情他过不去。根据现场的情况，我们初步可以断定，林子先生乌海在今天凌晨大约6点的时候，在车内心脏病突发，医务人员进行了抢救，但是已经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法医给出的死亡原因是因为药物引起的心脏骤停。我很能理解你失去亲人的痛苦，不是痛苦，是可笑，非常可笑。
学者，我是圣导师，因公殉职。可是我真想把他的丑事告诉所有，让人们知道乌寒北京子的真面目。如果那样的话，我知道，这样会让他名声扫地。你们有孩子吗？其实你已经想明白了，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个问题，说明你有良心。可是我不会原谅他。不是原谅他，是原谅你自己。通过您填写资料修改的痕迹，不难看出，您一定非常爱他，而且这种爱一定是互相的。现在这么说，让我觉得耻辱。您知道记忆消除术吗？啊？我们和一家科研机构合作的一种技术，可以让你忘掉一切不堪回首的记忆，只要您愿意支付高昂的费用。记忆消除术，这科幻片里我见过，现实里哪有？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电击疗法，荷兰科学家已经用于临床治疗。还真有啊！可是，一项技术成熟之前擅自用作临床实验，不是违法的吗？说你傻，你还真冒泡啊！就算有，咱们这小地方哪有财力引荐？那你为什么变的？有些东西啊，只有在你即将失去的时候，才会被重新衡量它的价值。我只是给了他一个失去的可能。要是真有这个技术，我就弄一个，哪怕倾家荡产，你要它干嘛？给你消除痛苦的记忆，让你重新开始。哎，这么好看的花儿，可惜了。人也是一样的，总想着过去，眼前的就可惜了。珍惜别人，就是珍惜自己。翟老师，您这要出去啊？是啊，我要去见一个客户。男的女的呀？嘿，你怎么这么八卦呀？是不是没活干了？去把去年的资料都整理一下。哦。我说果儿，你是不是有事找我呀？就您那两把刷子，有事也不找你。嘿，小丫头片子，工资不想要了是吧？有本事你别给呀，我管我三姨要去。哎，贺老师好，乐老师请。晚上有空吗？一起吃个饭，有事跟你商量一下。今天太阳是打哪边出来的呀？贺老师要请我吃饭，真的有重要的事儿，想单独跟你聊一下。是这样，今天晚上吃饭可能是不行了，我约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人。你看这样，明天我请你。谁呀？汤小希？不是，一男的，我一发小，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赶紧去吃，吃完了我就回来。不好意思，白老师，我迟到了。没事儿，我也刚到。谢谢。哎，文果啊，贺老师，我想跟您说个事儿。上周我刚搬新家，那是一老楼。我睡到半夜的时候，就突然听见有那个女的就哭的声音，好多天了，每天晚上都这样。你的电脑有没有关好？我晚上不怎么开电脑。那有没有可能是楼上或者楼下的邻居在哭？肯定不是，因为那个声儿吧，它特别不像人声儿，估计就是有鬼，吓得我躲在被窝里一晚上没敢出来。你不要自己吓自己了。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这世界上就没有鬼。完了，我是不是幻听了？来，你先做一个这个测试。放心吧，什么问题都没有，你没有妄想症。今天你回去早点休息，万一再听到什么哭声，你给我打电话，别老自己吓自己。哎，未来老板娘，不是我八卦啊，您知道今儿晚上老板去哪儿吃吗？白老师的品味真的还挺不错的。哪里，像您这样的贵人，平时高档餐厅进得多了，所以这种小情调的地方啊，应该不经常来。嗨，我也是第一次来。您跟赫顿也没来过？我跟赫顿呢，一共也没吃过几顿饭，都是工作餐。我跟赫顿也算是老相识了，虽然之前没什么交集，不过因为季明聪老师的事情，他好像对我有些误会。可我真的没有任何恶意，我只是想把事业做大，把优秀的人才放到更合适的位置上。你想要自己做老板呢，也不是说不可以，不过好风凭借力嘛。我有自信可以给您提供更大的施展空间和更广阔的学术前景。您说的那些条件呢，我想过了，没什么问题。我一个人单打独斗也确实有点累，但是有一件事儿可能是个麻烦。您是说赫顿？他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职业生涯经历。虽然您一直抬高我，但我自己有几经积累了，我还是清楚的。要是没有他，就凭我这两下子，根本比不了您的发言。所以，我们俩只能同当销售。我明白，只要他同意，我当然举双手欢迎。我之前承诺你们什么待遇，就给他什么待遇。你们两个，我一个都不会亏待的。而且，我知道你们的关系不一般。虽然原则上来讲，
我们机构不提倡办公室恋情。不过，对于你们二位，我也不是不可以考虑特事特办。您都这么说了，我好像也没有什么理由推辞了。那再推辞，就是我傻了。那太好了，就祝我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我会尽快准备合约的事情，然后我们来访者的案例和资料需要共享一下，一来方便交流，二来也是为了以后出学术专著储备资料。还有一个小小的原因，就是我要向董事会提报您的简历，那些资料都是我向他们宣传你们的筹码。没问题，我回去马上准备。怎么了？这大半夜来文果家干嘛？文果给我打电话说他半夜听到女人的哭声睡不着觉，我说让你一块过来看一下。我看你这情绪不太对呀，是不是我晚上没有陪你吃饭，你不高兴了？哎，我跟你说，我这个发小呢是哎，文果，贺老师，你们可来了，吓死我了！哪有声音啊？哪有声音？就这块，刚好睡到半夜的时候，他就又开始叫唤。这不挺正常的吗？他隔一会儿一叫，真的，你们听。嘘，应该快来了。我去看看。哎，我跟你去，我保护你。何老师，这地儿也太瘆人了。我走前面，我保护你。哎，你跟我说句话呗。贺小姐，柏先生，学生给我送的咖啡味道挺好的，给你们俩倒了尝尝。我平时也挺爱喝这个的。来。哎呀，这大晚上的喝咖啡，是不是对睡眠不太好呀？乔老师，咖啡挺好。那太好了，来，你们二位尝一尝。谢谢，挺香的。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是新西兰那边刚来的。乔老师是这样，我们同事啊，他住在您楼下，小姑娘睡眠不太好，您这……哎呦，对不起，我不知道楼下有人住。我平时演出多，睡得晚，喜欢听点音乐，有助于安眠。实在不好意思。牛奶，拿牛奶。这牛奶是脱脂的，晚上喝这脱脂牛奶不会胖的。您不用麻烦了。乔老师，哎，您这咖啡真香。香就多喝一点。不过您这周为什么没去咨询呢？哎呀，我实在对不起，我那天有事儿，想给你们打电话来着，结果，哎呦，实在对不起。对不起。没事，乔老师，咱们坐下说，啊。对不起。你看这样好不好？我预约一下明天的时间。你们要是没时间的话，改天也行。明天可以，明天我们两个都在，您随时来都行。啊，您看您这么客气，就我都不太适应了。要不您现在说一声。
今天太晚了，还是明天吧。那就明天，没问题，没问题。乔老师，我想用一下洗手间，我带你去。不用的，我自己去。您告诉我，我自己去。出门左拐。好，谢谢。有点黑啊，小心点儿。怎么了？哎呦，我摔了。洗手间有点滑，没事。何小姐，这走廊太黑了，真的是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何小姐。你伤哪了？这怎么了？疼不疼啊？果儿。那好，那好，那你早点休息吧。文果说他那边没事了，让咱放心。嗯。你刚才是怎么了？是不是看见什么了？最里边有一个小房间，门是开着的。这半夜三更的，他放音乐也就算了，还弄一屋子鬼娃娃，说他没有心理问题，谁信啊？你有没有觉得今天乔玉华有点反常？他客气的让我瘆得慌。你想想，他上次来，都把我挤兑成什么样了，今天就完全换了一个人。这是我偷偷从他家拿来的。这个不是几年前特别流行的涂色书吗？好像叫《秘密花园》，说是可以减压。不是秘密花园，是曼陀罗。我好像在哪儿听过。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是原来的乔玉华，他看到这本书会怎么样？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画册。如果您觉得自己心里没有问题的话，为什么会想到用荣格的曼陀罗来自我治疗？你不觉得你这么做有失体面吗？这是我记忆中乔玉华应该有的表现。那只是我画着玩的。这么客气，我真的瘆得慌。乔老师，听说您最新的舞剧就要开演了，之前排练的一定很辛苦吧？我作为一个演员，都习惯了，苦一点不算什么。那些新人自然是怨声载道，哼，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是我初步给您制定的计划，你看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尽快开始。你到底想要说什么？我就是想要一张证明，有这么难吗？
还有您的一屋子娃娃。够了，这样做真的很过分。亏我还觉得你跟那些俗人不一样。停。这么说，他是双重人格？不是的，如果真的是双重人格，你应该高兴才对。这不是双重人格是什么？偏离性人格障碍，也就是你所说的双重人格，患病率不足1%。如果真的被我们遇到了，那得是多走运。我不管他是不是，像这么古怪的案例，其他的心理师也会拒绝的。转诊是最稳妥的方式。我们应该把他送去精神科那儿。你说的不无道理，但是乔玉华的这种人格分裂症的表现跟其他人又不一样。等一下，我好像忽略了什么。在偏离性人格障碍的典型案例中，患者会在意识中分裂出2种完全不同的性格，彼此冲突，且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乔玉华明显前后差别很大，但是他明显意识到自己是2种完全不同的状态。还是明天吧，今天不太方便。所以说，他的状况不是双重人格，而是心理防御机制迫使他在安全感下降的时候呈现出的另外一种自我保护的人格表征，就像是被观念植入。不会吧？这不是贴吧里脑控受害者那一套吗？典型的被迫害妄想症啊！你说的对，也不对。虽然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证明这一点，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在此前接受过其他的心理咨询。我看过他填的资料，他好像是刻意隐瞒了他之前的治疗信息。如果他接受过心理防御机制的辅导，那他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他还说他看过很多心理学专业的书，难道是自学的？不，理论和实践毕竟不同。就算他真的读过很多理论，但是懂得这个操作的人凤毛麟角。如果真的自学就可以学会的话，那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只有一个可能，有一个专业的心理师辅导过乔玉华。有道理。那个人会是谁呢？这个婚纱照真好看。要是你穿上，那才真是好。哎，我跟你说，我前2天看到了一个水下婚纱照，特别的梦幻，要是配那个才叫好看的。啊，哎，电影要开始了，咱们赶紧上去吧。走吧，走吧，走吧。这里边我特意选了咱俩的照片，然后找了动画学院的同学帮我 PS 上的，这样倒上水以后就像是在水下婚纱照的感觉。你不会嫌弃它太简陋了吧？不会，很好啊。那你以后每天都要用它。给你看我买的新手机，
好不好看？像素可高了，我给你拍张照。乔玉华来了，弄死我了！我们的推测是对的，他就是有双重人格。我把那个画册给他拿出来的时候，他当场就急了。你们作为有身份的人，怎么能做出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打了我不说吧，还说要报警。哎呀，你没事吧？没事没事，他已经走了。我跟你说个正事儿，我托一个朋友拿到了乔玉华的咨询记录。他来咱们这儿咨询之前呢，找过汤小希。你现在知道汤小希为什么把你招募到他那儿了吧？根本就不是为了培养你，而是因为你抢了他的客源。这事儿啊，他跟我说过了。你看，像我这样的，不是合作者就是竞争对手。他希望我是合作者。我知道他有目的，我觉得现在咱们应该权衡利弊。我是觉得利大于弊。而且汤小希也说了，如果你跟我一起去呢，那待遇都是一样的。那当然了，要让我跟你待遇一样，那是我占便宜了。但是我相信啊，要是你去了，肯定蹭蹭蹭就涨上去了。到时候别忘了提拔提拔我。你当这真是什么好事儿呢？我跟你说，他是你老板，哪天他一不高兴了，把你给开除了，你都没辙。开了就开了呗，开了我就回来单干，大不了跟现在一样嘛。那他要让你坐冷板凳呢？我说，亲爱的贺老师，咱们能不能不要这么阴暗，阳光一些好不好？汤小希都跟我说了，哎呀，你们俩那点过节呀，根本就不算过节。金明聪老师那事儿吧，我找人查了，人家呢现在退休了，是被汤小希返聘回去做的高级顾问。要是真像你说的，汤小希把老爷子的论文全都据为己有的话，老爷子肯定不能干啊。行了，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哎，回回都这样。您好，我是李之明。记忆消除的事儿，我暂时就不考虑了。我知道您是好意，谢谢你。追悼会我没有参加，也许一个人出去走走，换一种生活也好。毕竟这么多年压抑太久了，连外面的世界什么样都不知道了。生活总得重新开始，就像您说的，不是原谅他，而是原谅自己。为了我儿子，我也得好好活。祝安好。
你好，请问有预约吗？我找一下唐小希，我是他朋友。您这边请坐一下。我跟你说，这星期你已经是第3次被投诉了，再这样下去，我真的没有办法再留你了。您请喝杯水，我帮您去问一下唐医生的时间。我去过诊室了，听说，您离职了？不是离职，是停止。我不明白，中心那么多咨询师，您为什么会偏偏找我呢？我也不绕弯子了，我来找您并不是做心理咨询的，而是想了解一下乔玉华在汤小希那儿这种事儿，您还是找别人吧。你就心甘情愿被赶走？你想一想，如果你的口碑在业界被传开，将来还会有哪个机构雇佣你？如果你愿意帮忙，我可以介绍你去福德。你到底想知道什么？乔玉华第一次去汤小希那儿咨询了什么问题？表面上他看起来非常的理智，但是我们给他做了几套测试题后，发现他的问题非常严重。他什么都不肯说，一直让我们给他开证明。你也知道，没有哪家机构会开这种所谓的健康证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在我们看来，经过几次的咨询之后，他已经改善很多了，可是他还是不满意。最后，我们只能建议他转诊。听说之前他也换过不少家。你还是没有告诉我，汤小希到底用了什么方法？他用了。我要给您做暗示治疗，您同意吗？接下来的事情，你还不需要接触，先回避一下。相信我。艾斯唑仑会引发呼吸抑制，是3类致癌物，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和汤小希的事儿，我有了点新的发现。还有个别的事儿，你要有空的话，能过来一下吗？我想当面跟你说。您还有什么爱好吗？除了练功，平时就是喜欢收集娃娃。一共多少个？101个。乔老师，都说您的舞蹈特别精彩，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一睹您的风采呢？巧了，正好下周我有一场演出，欢迎你来呀。我说的是现在。现在没有音乐，没有灯光，也没有服装，还没有娃娃。您平时照镜子吗？你到底要说什么？我猜您一定不常照镜子。您害怕面对镜子里的自己，更不愿意接受自己变老的事实。你怎么搞到这视频资料的？我能拿到咨询记录，自然有办法搞到视频。我还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什么？你还记得乔玉华那一屋子娃娃吗？他曾经有个孩子。妈妈为了这人生的101场演出，我竟然不知道妈妈怀了你，妈妈不知道，对不起，宝贝。也就是说，乔玉华真正的病因是因为那个孩子。我还有个挺重要的事儿得跟你说一下。我把咱们的咨询记录跟汤小希共享了。什么？你这资料是这么搞来的？不是，这个是我托朋友弄到的，所以我才觉得有问题。我是把咱们的资料跟他共享了，可他并没有跟咱们共享。叫车用的。哎，你干嘛去？我去找汤小希。哎，对了，你刚刚说查资料那个朋友，他会不会修手机？会吧，小黑他是科技天才。把这个手机给我修一下，记住了，私人用品。哎，你等等。
不容易。可是我真想把他的丑事告诉所有，让他们知道我和伪君子的真面目。你想干嘛？你什么意思啊？少装蒜！你找百万富到底什么目的啊？合作啊！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那你要我们的客户资料干什么？我就是买个保险。像我们这样规模的机构，在潜在的竞争者出现之后，要么就是拉拢，要么你懂的。我警告你，你不许对他下手。这不叫下手，这是标准的商业竞争，国际通用法则。赫顿啊，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和白老师一起来我们这儿，多好啊！这是你们的机会。像你这样的聪明人，应该懂得抓住机遇才对。你这样执迷不悟，是在断送你自己的前途。你好好想想。我也会让白老师好好劝劝你。商场如战场，我是不会感情用事的，好自为之。回来了，你去哪儿了？也不跟我说一声。我呢，做了深刻的检讨，我听你的。汤小希那儿呢，我就不去了，反正合同也没签，对不对？他现在有你泄露客户资料的把柄在手里，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把咱们搞垮。那我就小心点儿。以后他那出来的客人啊，我就不接了。反正乔一华的事儿也解决了，从明天开始，咱们就跟汤小希划清界限，井水不犯河水。你看好不好？但愿吧。哎，这围巾挺好看的，我怎么觉得有点眼熟啊？李之明。哦，记忆消除术是吧？你别说啊，你这招还真漂亮，是那个老公出轨的来访者，她老公还是个大学教授，叫乌海是吧？我当时查乔一华资料的时候，发现乌海在汤小希那儿做过心理咨询。你说这两口子挺有意思的，一个去他们那儿，一个来咱这儿。你知道他为什么去找汤小希吗？说是工作压力太大了吧，具体问题我没看，但资料我那儿有。你快点带我看看。啊，快给我看看资料。你别急，我给你找。在这儿呢。法医给出我丈夫的死亡原因是药物引起的心脏骤停。你说汤小希给乔一华做药物治疗？是啊，汤小希不仅是心理学博士，还是医学硕士，她当然可以这么做。哎，想我了没？我没有时间。哎，你别，正事儿。你上次呢让我给你修那个手机，我给你修好了，就给你送回来。谢谢啊。哎。
再找我了，我真的没什么可以帮你的。你不是在帮我，是在帮你自己。汤小希把你扫地出门，害你前途尽毁，难道你就这么轻易的说吗？你要我帮你做什么？让大家了解一个更真实的汤小希。你是谁？你要干什么？汤医生，我是乔玉华。这是怎么了？对不起，你有什么事儿吗？我就是想告诉你一声，我现在已经完全好了。那我不是来感谢你的，我就是想给你提个醒：人在做，天在看。有些事儿吧，不能做得太急了。喂，我。什么情况啊？这是？听说啊，这个心理诊所把人家客户资料都泄露出去了，人家家属都来闹呢。喂，文果，我在外边呢，你们里边怎么样？您不用担心，我们已经报警了。告诉他别回来了啊，别暴露了身份。白老师说不让人回来。我知道，你们撑一撑，警察马上就到。我去找汤小希。喂，你在哪儿呢？这个情况比较紧急，我得找你一趟。嗯。要下雨了，准备好伞。霍顿，在家吗？
你做这些，不只是为了百万福吧？是不是也为了钱开义啊？是你给钱开义做的药物治疗？是啊。你明知道那个药物有副作用，你为什么还要给他做？为了你啊！他不是为了你要的那个水下婚纱照吗？他说那是你的梦想，他无论如何都要帮你实现。我没有，我已经放弃了。我告诉过他，我知道他空虚，我不要那套水下婚纱照了。这才能证明他更爱你啊！他想要给你准备一个浪漫的意外惊喜，可结果他死了。你到底想要做什么？报仇啊！你恨他？我不恨他，我爱他。他也应该爱我。我们就是所谓的那种青梅竹马。不过你出现了，他就背叛了我，所以我就要惩罚他。他的死是第一步，反正他已经不爱我了，是死是活，我的痛苦都是一样的。可你就不一样了，他死了，你就会痛苦，和我一样痛苦，甚至比我更痛苦。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你什么意思啊？他不能白死啊，他的死得对我有价值才行。我就开始设计，他什么时候死，在哪儿死，怎么死，才能让你最痛苦。那段时间简直就是头脑风暴，那种复仇带来的快感，那种刺激，我真的是太久都没有那么痛快了。我感觉那才是我人生的意义。所以你明白吗？我们都是学心理学的，我要用他的死，在你的心里种上一颗小种子，让它慢慢的生根发芽，长成一个巨大的心理阴影，你就一辈子都逃不出去了。你就会和我一样痛苦，甚至比我更痛苦，那样我就能够解脱一点儿。你多一点痛苦，我就多一点解脱。那你为什么要害百万富翁？这件事从始至终都跟他没有关系。怎么没有关系啊？他一直在努力帮你逃出我给你的阴影。我设计了这么长的时间，难道就要毁在那个傻小子的身上吗？不过，现在他的把柄在我手上，只要我愿意，他这一辈子就都毁了。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吗？这样，你的心理阴影就会变得更大，你这一辈子就真正彻底的全毁了。你给我闭嘴！他为什么要笑？失去理智了吗？他的逻辑如此严密，肯定不是失去理智。他为什么要笑？他目的是什么？目的，我就是想要让你不爽啊，我就要你痛苦。你想让我痛苦？那你为什
什么摔下去的时候要笑？那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想摔下去。你为什么想摔下去？我又不傻，我死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吗？让我更内疚？当然是。我在复仇。那就只剩下最后一个解释，就是他根本不想死，他只是想让你做出一个导致他死的动作。你想让我复仇？你想让我发泄出来？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都结束了。我就知道整个事件肯定有你。喝水吗？少来这套，到底怎么回事？你别着急，我跟你说啊，反转的时刻开始了。还没亮呢，再睡一会儿吧。无论如何，你得帮帮赫顿。不行，我还是没有办法面对他。所以你才要帮他呀！死去的你已经无能为力了，可活着的呢？帮助他也是帮助你自己。你不能一辈子不面对他。我们制定了整个计划，想借乔玉华的事情为突破口。当时我们分析，钱开一为了拍摄水下婚纱照溺死在水里，让你产生了强烈的自责。而你就陷在这个自责的死循环里出不来，所以第一步就是要把你的自责向外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变成一种指责，再让你把对这个人的仇恨积累到一定的临界点，然后想办法让我发泄出来。嗯哼，那个人就是你自己。bingo。所以啊，我去福德谈收购，就是为了建立和你的对立感。利用这个冲突点，搭建起一条通往过去的仇恨通道。你们一定对我进行了某些暗示。这个嘛，你就要问你身边的这位喽。我们隐瞒了汤小希知道乔玉华失去孩子那段。何老师，你今天怎么没来上班啊？我跟你说啊，乔玉华来了，弄死我了。我们的推测是对的，他就是有双重人格。你还记得乔玉华那一女子娃娃吗？她曾经有个孩子。这是乔玉华来这咨询时候的视频资料，我已经重新编辑过了。你们让我误会汤小希误诊了乔玉华，然后把整个事件移向药物。
那乔玉华就应该知道了事情的全部。是的，我还请他帮了我一个小忙。乔老师，一切都过去了，能请你帮我一个忙吗？喂，汤医生，我是乔玉华。还伪造了钱开义手机里他跟唐小希的通讯记录。你那是什么？这个，否则让我找个人修，我用怎么找谁？说不准可以利用一下。你上次呢让我给你修那个手机，我给你修好了，就给你送回来。手机已经给贺顿了。那汤小希和吴海的事也是假的了？没错啊。校车有。贺顿已经出发了。好的，我知道了。我们这么做是要把事件重心引到药，同时给你制造一个仇恨对象，好把你内心的负面情绪都引到他身上去。要下雨了，准备好伞。好。那些闹事的也是假的了。我雇的群众演员，影视城门口找的。哎呀，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下汤老师做出的伟大牺牲。你有必要为我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吗？你不觉得这个计划很完美吗？钱开义到底怎么回事？虽然那个药不是我给他的，但是是我告诉他有这个药，所以他的死我有责任，你的痛苦我也有责任。对于他，我已经无能为力了。如果能够帮到你的话，我觉得挺好的。谢谢你。你不用谢我，你不还救了我一命呢吗？而且这个主意也不算是我出的。说真的，他对你真的挺用心的。过来，干嘛？告诉你我和苏三说了什么。哎，好嘞。